你是否有过这种感觉？明明一整天什么都没做，却累得想哭。或者无论你多么努力想改变现状，人生就像卡在了某个看不见的泥潭里，动弹不得。听着，这可能不是因为你懒，也不是因为你能力不足，而是你家里的那些杂物和手机里的垃圾资讯，正在像寄生虫一样，24小时不间断地吸干你的生命能量。科学研究发现，每一件你没处理的废物，都在潜意识里疯狂扣除你的大脑频宽。这是一种极其隐蔽的慢性自杀。今天我要揭开一个被99%的人忽略的残酷真相：断舍离根本不是什么精致的生活美学，它是一场关乎你生存的救命手术。在这支影片中，我会带你透视那些混乱背后的心理黑洞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会帮你找出那个藏在你家里，正默默诅咒你前途的头号战犯。如果你想找回失控的人生，请务必看到最后，因为我将分享一个能瞬间释放30%大脑频宽的清零密码，那是所有顶级高手从不外传的底层逻辑。请你现在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你走进家门的那一刻，玄关堆着半个月没拆的快递，沙发上是叠了好几层的换季衣服，书桌上散落着过期的账单、没干的咖啡渍，还有那堆你总想着总有一天会用到的旧电缆线。就在你看到这一切的瞬间，你大脑里的某个开关被悄悄拨动了。那一刻，你感受到的不只是乱，而是一种无声的、沉重的窒息感。你可能以为这只是没收拾而已，但科学的解释比这冷酷得多。事实上，你的眼睛就像一台全天候运作的扫描仪，它会捕捉视线范围内的所有细节。神经科学家发现，大脑的视觉皮层处理能力是有限的。当你置身于混乱的环境中，每一件杂物都在不断地向你的大脑发送信号：看我，处理我，把我放回原位。这些杂讯会像强大的干扰波一样，疯狂抢占你的专注力资源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明明只是坐在乱糟糟的桌子前，想写个工作计划，却在10分钟后不由自主地拿起手机开始刷短影音。这不是因为你意志力薄弱，而是你的大脑因为过载已经彻底崩溃，被迫进入了当机状态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混乱正在改变你的荷尔蒙。心理学研究证实，居住在凌乱环境中的人，体内的皮质醇水平明显高于常人。皮质醇就是我们常说的压力荷尔蒙。当你的皮质醇长期处于高水位，你的身体会一直误以为自己处于战斗或逃跑的紧急状态。这种慢性的生理压力会直接摧毁你的免疫系统，让你莫名的焦虑、失眠，甚至导致体重增加。你以为你只是懒得整理房间，但实际上，你是在允许这些杂物对你的大脑进行一场无期限的霸凌。这还没完，每一件没有整理的资讯，每一封未读的垃圾邮件，每一个你下载了却从未点开的学习文件，在你的潜意识里都被标记为未完成的指令。在心理学上，这被称为蔡加尼克效应。这些悬而未决的事情会像背景程式一样，在你的脑后不停运作，悄悄扣除你的大脑频宽。这就是所谓的隐形租金。你并没有拥有这些物品，是这些物品拥有了你，并且每分每秒都在向你收取昂贵的生命能量作为租金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每天要把30%的能量花在对抗环境杂讯上，你还有多少力气去应对人生的挑战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自己明明很努力，却始终无法突破瓶颈。因为你的作业系统已经太过拥挤，根本跑不动任何新的城市。如果不进行一场彻底的断舍离，你所谓的努力，不过是在满是垃圾的硬碟上不断覆盖新的垃圾。这不是在整理家务，这是在清理你那台已经发烫、即将烧毁的人生主机。而这场拯救生命的行动，
必须从看穿那些让你舍不得扔的心理陷阱开始。为什么那些没处理的杂物会让你感到累？这背后有一个心理学界非常著名的发现，叫做蔡加尼克效应。这个理论源于苏联心理学家布鲁马·蔡加尼克 （Bluma Zeigarnik）。相传他在一家咖啡馆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服务生对那些还没买单的桌位，细节记得清清楚楚，但只要客人一结完账，服务生会立刻忘记刚才他们点了什么。这揭示了一个人类的认知本能，比起已完成的事，我们的大脑会对未完成的事产生更强烈的记忆和焦虑感。你想象一下，当你走进客厅，看到桌上那一叠没拆的信件，你的潜意识会立刻启动一个后台程式，对你发出指令，你要去读它、回复它，或是扔掉它。虽然你当下选择无视它，转身去滑手机，但那个后台程式并没有关闭，它会一直在你的脑后运行，持续消耗你的精神能量。当你家里堆满杂物时，你的大脑其实正同时跑着几百个甚至几千个这样的未完成程式。这就像是一台电脑开了500个网页分页却不关掉。虽然你现在只看其中一个，但 CPU 早就因为处理背后的那些分页而发烫卡顿。所以你感到的疲惫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没做什么。每一件杂物都是一个未完成的承诺，它们像一只只吸血的小虫，一丁点一丁点地吸干你的意志力。这就是为什么断舍离的第一步不是丢东西，而是结案，透过处理掉物品，强制关闭那些让你大脑宕机的后台程式。既然杂物对我们的伤害这么大，为什么我们还是舍不得扔？为什么当你拿起那件5年没穿过的旧大衣，或者那个坏掉的旧相机时，心里会有一种莫名的抗拒？其实你留住的根本不是那个物品，而是你对未来的恐惧和对过去的执念。在心理学上，这被称为损失规避。我们的大脑对失去的痛苦感受远远大于得到的快乐。当你盯着那堆垃圾想着万一以后用得到呢的时候，你实际上是在向未来的自己发送一个极其负面的信号。我不相信我有能力应对未来的稀缺，我不相信我有能力获得更好的东西。这种万一以后用得到的心理，就像是一道沉重的诅咒，让你永远活在匮乏的阴影里。但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些让你纠结的物品，你会发现一个更扎心的事实，它们中的大多数其实是你失败过去的墓碑。那套买了却从未翻开的昂贵教材，象征着你半途而废的自律；那双穿起来绞痛却舍不得扔的名牌鞋，象征着你虚荣后的懊悔。你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，就像是在家里布置了一个失败展览馆。每当你路过它们，你的潜意识就在提醒你，你是一个失败者。你浪费了钱，你没有完成计划，你以为你是在保留回忆，其实你是在给自己的自尊心不断捅刀子。现在我想请你换一个视角，把你的家想象成你大脑的实体投影。你现在做的每一场整理，其实都是在进行一次极度深层的人生复盘。当你拿起一件物品，不要问自己它还能不能用，而要问自己，现在的我还需要它吗？这个细微的语气转变，就是夺回人生主导权的开始。每一件被你清理掉的垃圾，都是在卸下一段不再属于你的旧身份。这不是在扔东西，这是在进行一场不需要动刀的人生整形手术，把那些臃肿的、多余的、拖累你的情绪脂肪，从你的生命里彻底切除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能把这些心理负资产全部清空，你会突然发现，原本那个让你喘不过气的房间，竟然多出了这么多阳光和空气。这就是人生复盘的力量，它强迫你正视自己的贪婪、软弱和恐惧，然后给你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。当你不再被过去的负担所定义，你才真正拥有了看向未来的视角。
很多人问我，魏世摩整理完房间后，运势好像变好了。其实没什么玄学，只是因为当你清空了杂物，你终于有空间去接收新的机会，你终于有精力和频宽去做出正确的决策。但这场手术最难的部分还不在于物品，在这个数位时代，最隐蔽也最致命的垃圾，其实藏在你的手机和电脑里。那些你以为存了就是学了的资讯，正在以一种你察觉不到的方式悄悄摧毁你的创造力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进入最关键的实操阶段，如何执行一场真正能救命的清零计划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低谷，接下来这套3层清零法可能会是你这辈子收到的最好的救命稻草。既然你已经明白了混乱是如何谋杀你的，现在我们就来进行这场救命的手术。这套3层清零法不要求你1天内扔掉所有东西，但它要求你必须对自己的生命绝对诚实。第1层是数位清零，你的手机不是你的工具，现在它更像是你的主控者。请立刻关掉所有非必要的 App 通知，尤其是那些推播新闻和社群媒体的提醒。每一条弹出的讯息都是在强行掠夺你的大脑频宽。接着，去清理你浏览器里那些以后再看的收藏夹。相信我，如果你1周内没有点开它，它就不是资讯，而是让你感到内疚的垃圾。删除它们的瞬间，你会感受到一种久违的轻松，因为你终于停止了对虚假进步的病态执着。第2层是空间清零，这里有一个狠招，叫做空间租金法。看着你家里的每一件物品，问自己，如果我要为这件物品占用的每1平方公分支付月租，我还愿意留着它吗？如果它不能为现在的你提供价值，或者不能让你对未来感到兴奋，那么它就是一个正在吞噬你财富的寄生虫。特别是那些超过1年没动过的囤货，它们的存在就是在提醒你，你对未来充满恐惧。请把空间还给空气和阳光，那是你创造力唯一的养分。第3层，也是最核心的一层，是关系与思维清零。拿出一张纸，写下你现在所有的焦虑来源。你会发现，很多焦虑其实来自于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承接的无效社交，或是那些你明知道该结束却迟迟不放手的消耗性关系。整理人生复盘的终极奥义就是学会说不。当你清空了这些心理杂讯，你才有能力听见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。现在我要揭开影片开头那个诅咒的真相，为什么那个你最舍不得扔的东西会成为你前途的阻碍？在心理学上，这被称为未竟事业。那个旧相机，那本没读完的专业书，在潜意识里代表着你未完成的承诺。只要它在那里，你的大脑就会不断地分配能量去维持这个开放式循环。这就像是一个永远关不掉的背景程式，让你的主机永远无法全速运转。当你狠下心把它处理掉的那一刻，你其实是亲手关闭了那个耗能的循环，把所有的能量收回到此时此刻。这场救命手术的终点不是一个空空如也的房间，而是一个重获自由的灵魂。当你不再被物品意识，你才真正开始拥有生活。你不再需要透过囤积来获得安全感，因为你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安全感来源。在影片结束前，我想邀请你做一件小事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，现在这一刻，你脑海中浮现出的那件早该扔掉却一直留到现在的东西是什么？是前任的礼物？是没用过的健身器材？还是某个已经过时的梦想？写下来，这就是你关闭那个诅咒循环的第一步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让你重新思考了生活的本质，请分享给那个也正活在混乱与焦虑中的朋友。我们下次见。